爸，说了让车好点，你怎么还跟在村里一样？我的事儿你少管。哎，我说你小子刚刚做个小公司，尾巴翘起来了是吧？订婚这么大事都不告诉我，眼里还有我这个爹。爸，我自己的事情可以自己做主。行了，我给你准备了正装，你赶紧去房间换。哎，这会了。喂，什么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爸，你先去房间换衣服，我去公司处理点事情，我待会儿再过来啊。对了，爸，你换好衣服，千万待在房间，别乱走啊。燕那边亲属有点挑剔，咱别失了礼数。怕农村人失礼数？我告诉你，在村里的礼数可比城里大多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爸，那个您听我的就是了啊。那我就先走了啊。毛毛躁躁的，随谁了呢？你说，早知道就不让小雨资助你那个破公司。哎，小雨，你先给海都柳家搞一个百亿订单，然后给柳燕他姐夫提拔为集团海都分公司总负责人。我让你准备的礼物都准备好了吗？燕燕，小姑娘，你小心点儿。燕燕，你今天真漂亮。废话，没有这种颜值，那也不能加入豪门啊。哎，燕燕，我跟陈海那是真正的郎才女貌。时间还早，要不你先休息，养足精神，一会儿以最好的状态跟陈总订婚也行。那我先休息会儿吧。谁呀？是你啊！我做梦了。这不是做梦，我被强奸了！燕燕，你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？你跟我们说，我们帮你做主啊！刚刚大厅扶住我的那个人，他把我强奸了。老板，你让我拿的东西都在这里了。先过来。对了，老板，宝格丽海都总项目负责人张磊，天海科技集团老总徐林，还有海都物流的老总钱森，他们呀听到你来海都的消息，托我来问一下，能不能给他们一个机会来拜访您一下？哎呀，这都是长期合作伙伴了，我也不能太不近人情了，就告诉他们我来参加订婚宴的消息。好的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收拾收拾，像什么话？我靠，这女的不会也被那啥了吧？这才隔多久又祸害一个？我们该不会遇到电影里那种色魔吧？媳妇儿，儿子长大了，要结婚了，这价值3个亿，你给小海留的清水湾的别墅，还有这个你们家祖传的玉镯，都替你送给儿媳妇儿。你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干嘛呢？强奸犯，我告诉你！把他关了你！别动！你们什么人啊？你们好！你知不知道我今天要跟陈氏集团的陈总订婚？你个老东西！你竟然敢侮辱我的清白！我打死你！拉他！这是柳燕儿，真是个贱骨头！现在想起来了，柳燕儿，你误会了。误会！
你是说我拿我自己的清白侮辱你吗？你这个强奸犯！什么强奸犯？你说什么呢？放开我！你是谁都没有，现在谁都救不了你。我要让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，我要让你断子绝孙！我是小海的父亲。笑，你是说这个乡巴佬是我老公？这照片跟姐夫有什么关系？睁眼说瞎话！我没说瞎话，嘴给我堵住！我真是小海的父亲，你笑死我！我不能走。我老公是上市公司的总裁，想攀附的人多了去了。你这种货色也想跟他攀上关系？呸！喂，老公。燕燕，订婚宴马上开始了，你这边准备好了吗？我现在在公司处理业务呢，马上赶回去。老公，你快过来！我怎么了，燕燕？谁欺负你了？你慢慢说。我被人强奸了！燕燕，你不要怕，我马上过来。把他给我拖到顶楼会客厅，把你们东西都给我带上。老东西，我想让你生不如死！大哥，恭喜啊！这以后你们一家可就步入上流社会了。是啊，嫂子，打小呀，我就觉得燕燕这孩子聪明。您看，这不是马上要嫁入豪门，飞黄腾达了吗？哎呀，真是让人羡慕呀！陈氏集团可是咱们海都近几年来最炙手可热的上市公司，不出10年，陈海的身价绝对能够到达100亿。唉，不像我们家那个窝囊废啊，只能在上海集团当个普通员工，指不定哪天就失业了。哎，别这么说，这上海集团那可是大夏的第一财团呢，市值1万亿呀。孙涛能去里边上班啊，已经不错啦。这关于失业的问题啊，更不用担心了。到时候知会一声，我安排进陈海的公司里啊，当个总经理。陈海呢，可是我们女婿，他的那就是咱们的，想要什么，还不是一句话的事。对对对。那个客人差不多都到了，咱们一起去宴会厅吧。爸，燕燕，走吧，我们一起去宴会厅。他是谁啊？大喜的日子搞成这个样子，简直晦气。爸，我被强奸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他趁我午休的时候闯入房间强奸了我。这是我雄心豹子胆敢强奸我的女儿！你这个老不死的，居然敢强奸我妹妹！你没有儿女吗？啊！你怎么能做出这么禽兽都不如的事情？畜生，这个直接打死他！清水湾的房产证。清水湾那里的房子可都是大别墅，一栋至少上亿。什么？没想到你这个老东西，不仅是个强奸犯，还是个吃软饭的。这房子是你从那个女人身上抢到的吗？那是我的。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所有人是赵云熙，你叫赵云熙吗？那是云溪留给我的。你是说，人家一个富婆，为了包养你这个乡下来的穷光蛋，送给你一套上亿的别墅是吗？当我们是傻子吗？有烟，好吃掉。老杂种，我要看看你还拿什么东西。哇，好漂亮的玉镯啊！帝王绿满绿手镯，
佳士得拍卖过一款比这个品质差的都价值2亿，这手镯起码价值3亿啊！肯定是那老东西偷的呗。老东西，把镯子还给我！这么名贵的手镯你都敢骗？这要是原主醒不过来，我得扒了你的皮！没想到这个老东西吃软饭的能力可真不一般。这玉镯要是让他还回去，原主说不定能原谅他；要是他还不回去，才是真正的死无葬身之地。只要你把镯子还给我，房产证的事儿我不跟你计较，看在小孩子份上，不然我让你后悔一辈子。让燕燕后悔一辈子，后悔的是你。燕燕，砸了！对，砸了！咋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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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东西，我想杀你，我还截不放！我杀了你！你杀了谁呀你？该死的是你！房产证是你撕的，玉镯也是你砸的，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可以证明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小门小户，疏墨寸光，蛇鼠以我沆瀣一气，蛇蝎心肠，天朝黑白，眼主无知。你这样的女人，根本就配不上小孩。哎，燕燕，那儿还有张照片呢。把照片还给我！死老东西，不光被富婆包养，还拿着他的钱去包养别的女人，果然是个只会用下半身思考的畜生！这是我跟云溪唯一一张合照，你把照片还给我！有老婆还干出这么禽兽不如的事，真是活该！谁嫁给他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你把照片还给我！你今天的所有事儿，我都可以既往不咎。你没有资格既往不咎，还给你，行吗？跪下，爬过来求我。我跪，起来，跪好了。我要你的命！陈总到。燕燕，你没事吗？老公，你终于来了，好女婿，你可得给燕燕做主呀！那个老不死的畜生，他把燕燕先……什么？你真的被……女婿，你不会因为这件事嫌弃了我们家燕燕吗？她也是无辜的呀。老公，怎么会呢？我陈海不是薄情寡义之人。我和燕燕从大学相爱到现在，我怎么可能会因为这种事情而抛弃她？况且，她才是受害者。我只恨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没能及时出现来保护你。妈，那个禽兽在哪儿？我要亲手废了他！就是他。老公，你可要替我做主。他这是怎么了？老公，你不知道，这个畜生强行闯入我的房间，玷污了我之后，他
他还死不承认。我一气之下就教育了他一下。这不怪燕燕，怪就怪这个老不死的东西，他狗急跳墙，他居然要杀死燕燕，这我们才一急，拿酒瓶子就砸了他的头。你说我们不会把他给砸死了吧？这该死的畜生！妈，燕，你们放心吧，这是正当防卫，一切由我上。不过我倒是希望他没死，要是死了，反倒是便宜他了。陈总，他不仅伤害了燕燕，而且他还偷了价值千亿的房产证和价值连城的镯子呢。啊！真是唐包天，那些赃物呢？这儿呢。都在这儿。他偷的房产证和手镯都被我们发现之后，他为了销毁证据，把这房产证撕得粉碎，手镯也被他砸烂了。我们想阻拦都来不及。这是顶级帝王绿的玉镯，其价值至少3个亿啊！毁坏如此宝贵的首饰，那他下半辈子就只能在牢里过了。天作孽犹可恕，而自作孽不可活。如此无法无天，法律会制裁他的。不说了，你们看见我爸了没有？爸，我妈英年早逝，是我爸一个人含辛茹苦的把我养大的。他呢，一直生活在农村，思想比较守旧。你们今天谁要是把这件事传到我爸的耳朵里，那就是触碰陈海的底线。到时候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哎呀，陈总，您就放心啊，就算是打死我，我都不可能往外吐一个字儿。对，我们都是燕燕的好闺蜜，肯定不可能做出让她名声受损的事儿。燕燕是我亲侄女，我们一家也肯定会保密的。对了，爷，我爸说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，是我妈留给他未来儿媳妇的。什么？爷，你想多了，我爸妈都是普通人，怎么可能会拿出像赃物这么昂贵的礼物啊？不，他们已经把最好的都给了我。爷爷，你这么好，我爸见到你一定会很喜欢你的。哎，对了，女婿啊，倩倩公现在在哪儿？要不要我们开车把她接过来？不用了，我爸就在这个酒店，估计是太累睡着了吧。哎呀，在哪个房间呢？这人都来了，我们还没跟亲家公见面呢。老公，我的发型没有乱吧？第一次见公公，我想给他留个好印象。你很漂亮，我爸见到你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妈，我爸就在888号房间。啊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了，妍妍？不，没什么。挪开，把脚挪开。这账面上的人在哪儿？那女婿啊，你找这个畜生干什么呀？爸，畜生！你们把人藏哪儿了？把他给我交出来！好，你们不说什么，我自己懂。别打！
啊！难道他真的是我公公？不可能啊！这老头不就是乡下来的吗？他怎么可能是陈总他父亲？哎，怎么了？你可总算是来了。你们砸坏了我爸的衣着，撕烂了他的照片，还将他重伤在地，你们真是好样的啊！是你们打断了他的手臂，我们没有。是你们砸烂了他的衣着，撕烂他的照片，不是，而你们对他百般羞辱，还将他砸晕在地的。我们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！你们吃我的，花我的，住我的，现在还将我爸砸晕在地。好，你们对他的百般羞辱，我要让你们百倍偿还。陈海，我才是受害者，他是你爸又怎么样？他强奸了我！还敢造谣？我爸绝对不是那样的人。快送我去医院，给他做全面检查。不许走！不许走！爷，你干什么？今天这件事情没有说清楚之前，谁都不许走。我知道，你妈妈走的早，是你爸爸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你养大的，你感恩他，我也敬重他。他今天受到伤害，被强奸的人明明是我。你爸爸犯罪了，他就是一个强奸犯。我承认，我打了他确实是我不对，但他强奸我这件事难道就这样算了吗？是小海啊，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孩子，但凡事都要讲一个理字，你不能因为自己的愚孝包庇自己的父亲啊！这也是我的孩子，我从小把他带大，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能不清楚？从小到大，燕燕这孩子一句谎话都没说过，而你今天这么偏袒自己的父亲，你太让我们失望了。你们，爸，我没有强奸他。我相信我爸，从小到大整整20多年，我爸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能不知道吗？绝对不可能是强奸犯。陈海，哪个女人会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？我跟你爸爸无冤无仇，我为什么要污蔑你？你就不能好好想想吗？就是啊，如果不是真的遭到了侮辱，哪个女孩子会抓着这件事情不放，嚷到天下皆知呢？燕燕可是你的未婚妻，你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对她难道连这点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？难道我真的错了？可是我爸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啊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海，燕燕虽然从小被我们娇生惯养，是刁蛮了一些，但她本性是善良的，她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去污蔑别人。那按你们这么说，是我一直在狡辩，我就是那个强奸犯了。爸，我先送你去看医生吧。我不去，这个事儿没说清楚之前，我不会走。你口口声声说我强奸了你，那就请你拿出证据来。证据？我当然有证据。今天上午，你是不是在酒店大堂抱住我？小伙子，你小心点儿。没错，我确实抱了你。还说自己是清白的，原来在大堂就对咱们燕燕下手，简直就是个畜生！行，你承认了就行。我当时是因为看你快摔倒了，为了救你才抱着你啊！救我！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巧的事？我前脚刚刚摔倒，你后脚紧跟着就抱住了我。
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肮脏想法。你之所以能够在第一时间抱住我，就是因为你一直跟在我的身后，一直盯着我看，一直想着中午如何闯进我的房间强奸我。天眼说的对，当时我就在他旁边，我都没反应过来，他凭什么反应那么快？我一个年轻小伙子，我都没反应过来，怎么这么巧让你一老头抱上了？我看就是一直跟着我。真是老不知羞啊！我原本以为你是临时起意，现在看来你就是蓄谋已久，这个就是证据。我能反应过来，那是因为我不想听你狡辩，这就是你强奸我的第一个证据。你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有了这种肮脏的想法。好啊，编，我听你接着编，我听听你到底能编出什么花儿。编？那我问你，中午11点到12点之间你在干嘛？那个时间我在房里休息。证据？什么证据？人证。我一个人在房里休息，我哪？当然没有人证，因为那个时候你悄悄地敲响了我的房门，然后闯入了我的房间，对我进行了强奸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闯进了我的房间，对我进行了强奸。哪怕我拼命的挣扎，却根本没有用。你捂住了我的嘴，不让我叫喊，整整几个小时，直到你发泄完了手语，才逃离现场。一派胡言！我一派胡言？要不是我亲身经历过，我怎么会记得清清楚楚？啊，对，他从房间出去之后还强奸了另一个女孩。陈总，我知道您家大业大，您年轻有为，还孝顺，但是你父亲强奸艳艳，这是事实，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奸犯，他已经触犯了道德的底线。对，我们是对他动手，那也是因为他有错在先。爸，你没事吧？你们一派胡言，颠倒黑白。那个时间我明明就在房里休息，什么敲门，什么强奸，我根本就没做过。事到如今你还不承认？是你强奸我，确实没有人看到，但那个从你房间里出来的小姑娘衣衫不整，发型凌乱，气喘吁吁，我们可都看见了，你还不承认？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、道德败坏的强奸犯。什么小姑娘？她是我秘书。秘书？陈海可都告诉我了，你就是一个乡下来的庄稼汉，你哪里来的秘书？可是你说了这么多，都只是你的推测，你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件事情是真的呀。所以我说了这么多，你还是不相信我是？你想要什么证据？你想让我把那些恶心的液体全部都留在体内，随时供你们去医院检查是吗？陈海，你知不知道我怀孕了？什么？你说真的？你怀孕了？我本来是想婚礼上给你一个惊喜的，我没想到你对我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。与其让孩子生下来就有一个这样的爷爷和父亲，我还不如打掉算了。叶叶，你回来，孩子是无辜的。孩子是无辜的，那我呢？我作为一个女人，我会用我的名誉、我的清白、我的孩子去污蔑自己的公公吗？与其让这个孩子生下来跟我一起受苦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你还愣做什么？快来呀！爷，我们带进去啊！楼下就是婚宴厅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我们刘家的脸可就丢尽了。妈就问你一句，你还爱小孩吗？既然如此，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这场闹剧啊，就应该到此为止啊！
虽然是小海他父亲有错在先，但咱们也有不对的地方，咱们不该对人家动手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你如今已经怀了小海的孩子呀，孩子是无辜的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孩子是无辜的。依我看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你们两口子过日子比什么都强。小海啊，你觉得呢？爸，我先送你去看私人医生吧。老爷子，走吧。我不走，我凭什么走啊？在这件事水落石出之前不走，现在报警。什么？报警？秦家公，你还是重新考虑考虑吧。强奸那可是重罪，这事如果闹大立了案了，就算有艳艳的谅解书，没个10年8年的你都别想出来了。爸，小海啊，爸从小就教你要顶天立地，爸知道你担心我，可今天这个事儿爸没做。你6岁那年你妈就走了，整整18年，爸这心里装不下别人，就更由不得外人在这个事上造谣我。什么造谣？秦家公，这强奸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已经不重要了？现在重要的是，艳艳已经怀了小海的孩子，怀了您的孙子。您难道就因为这件事儿影响到他们的感情，影响到孩子的未来吗？正是因为她怀了小海的孩子，我就更不能容忍她对我的污蔑。娶妻不贤毁3代呀！像她这种满嘴谎话、颠倒是非、强词夺理的女人，根本就不配做小海的妻子，她都不配做一个妈。好你个老东西，不光强奸了我，现在还想拆散我跟你的儿子。既然你这样，那就别怪我。报警是吧？我来报。我要让警察看看你是如何为老不尊、强奸自己儿媳妇的。红啊！小海啊，快劝劝你爸爸！难道你真要把这个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吗？一旦警察来了，后悔都来不及了。爸，我相信你，但报警这件事情就算了吧。你别拦我，你让他报警，他不报，我报。秦家公，陈海，这是你爸自找的。爸，不管怎么说，柳岩肚子里都怀着我的孩子，一旦报警，不管结果如何，咱们陈家，包括柳岩肚子里面的孩子，都会成为别人的笑柄的。沦为笑柄不可怕，被认为是强奸犯才可怕呀！小海，我告诉你，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不丢人，为了名声承认莫须有的污蔑，那才会成为小丑，才会成为别人的笑柄。可是你要还认我这个爸，你就让他打。秦家公，打！打就打。我倒要看看，待会儿警察来了，你还能不能这么硬气？喂，我要报警，我被我公公强奸了。好，警察待会儿就到，我要让你老底坐穿。怎么回事？谁报的警？警察同志，是我报的警，是他，我的公公，在我午休的时候闯入房间强奸了我。强奸可是重罪啊，这个开不得半点玩笑。你能对你说的话负责吗？我没有撒谎，如果可以，我比任何人都希望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。对于这位小姐的举报，你有什么话说？清者自清，柳燕的举报纯属污蔑，信口雌黄。试问哪个父亲会在订婚当天强奸自己儿媳？这简直是无稽之谈。这样，小王、小李，你们去把酒店的监控视频调取出来，真相到底怎么样，看看就知道了。好的，江队。秦家公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明明可以翻篇的事情，你非要搞这么严重。这下好了，就算有艳艳的谅解书，也没用了。我不需要，我陈凡
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不接受任何人的污蔑。到底是污蔑还是事实？待会儿就知道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什么都没有？张队，这个酒店从10点到下午1点的监控视频技术故障了，只有声音，没有画面。什么？原来如此，原来是这样。我说你怎么强奸我之后还能这么坦然自若，笃定自己没有事情呢？原来你早就把酒店的监控视频给破坏掉。怪不得这老头这么有恃无恐，原来呀，他早就下好了套，等着咱们往里钻。你真不是我干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监控就坏了。不是你干的，是谁干的？是我干的吗？虽然没有画面，但也不是没有生活。谁啊？是你？你干什么？不要！不要！你弄死我了！好可怜的你！也正如山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小海啊，事实就在眼前，你还要替你父亲狡辩吗？你跟燕燕认识这么多年，眼看马上结婚就要在一起了，况且她还怀了你的孩子，你难道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？你对得起她吗？本来看在你和燕燕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，我们让一步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可是你爸咄咄逼人，寸步不让，让我们燕燕受第2次伤害。陈海啊，陈海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你还有一点担当吗？你小海，你相信我，这事真不是我干的。况且这段录音也说明不了什么，它只是一段话而已，算不了证据。你的意思是这录音是我伪造的吗？我为了诬陷我自己的公公，我自己恬不知耻在房间里叫了1个小时吗？一派胡言！这不是我项链上的珍珠，怎么会在你的口袋里？这就是燕燕脖子上的珍珠，我见过。哎，大伙儿可都看着啊，这珍珠就是燕燕项链上的。现在人证物证都在，我看你怎么狡辩。怎么会这样？这珍珠怎么会在我兜里？为什么会在你兜里？你心里最清楚不过了。因为你闯进了我的房间，因为你强奸了我，因为你弄坏了我的项链，所以这个珍珠会滑进你的口袋里。一派胡言！我一派胡言？那你说，我项链上的珍珠为什么会在你的口袋里？爸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小海，你也不相信我？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你哪怕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我又怎么会怀疑你啊？陈海，你要还想跟我结婚，你还想要这个孩子，你就跟我一起告你爸强奸。你说什么？你让我跟你一起告我爸强奸？陈海，你对不起我，你更对不起我肚子里的宝宝。他是你爸，所以你相信他，所以你只听他的一面之词。但是你也是我们孩子的父亲，你对得起我们娘俩吗？你还有一个身为男人、身为丈夫的担当吗？燕燕为了你怀孕了1整个月，你知道她遭受了多少痛苦？你根本就不关心她。可是燕燕总在我们面前说你对她有多好多疼她，今天见了面才知道，都是我们燕燕的一厢情愿，在你心里根本没有她当自家人。既然你从来都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妻子、你的爱人，那这货不仅也罢，孩子我也不要了。燕燕，我陪你，我陪你一起告父亲。
么大胆，竟敢强奸董事长儿媳妇儿！找死！让法律部负责人赶紧过来，跟我去一趟星海酒店，要快！把这份任命书发下去，另外给柳家的100亿订单交给孙涛负责。我有事出去一趟。是。现在开庭，请原告陈述你们的诉讼请求。我要状告我的公公陈凡，在我订婚当天趁我午休，闯入房间强奸了我。是，我要告父亲陈凡强奸我老婆柳燕。快，我只是闲的没事来看看开庭，没想到竟然这么劲爆。公公强奸儿媳，真的假的？这还能有假？你没看那老不死的儿子都站出来状告了，真是畜生！肃静，肃静，请拿出你们的证据。法官先生，这个 U 盘内是酒店的监控视频，里面的画面被这个人恶意的损坏了，但是他强奸我长达1个小时的声音被全部录了下来。你胡说，柳燕！你这可是污蔑，你这要负法律责任的。肃静，被告现在还没有到你发言的时间，请不要扰乱庭审。原告继续。法官先生，我申请当庭播放这段被损毁的录音。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？真不是个东西，臭不要脸！我操，这竟然是真的！这个脑洞也太不要脸了吧！真不是个东西，连自己的儿媳妇也不放过，真是个禽兽！这种老不死的就应该牢底坐穿。还有这个，这是他强奸我的时候不小心落到他上衣口袋的珍珠，这一点我老公可以证明。没错，这颗珍珠是我老婆项链上面的，并且是在我父亲口袋里面发现的。被告，对于原告的举证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审判长，我以人格保证，我没有损坏视频，我更没有强奸柳燕。至于那个录音，还有那颗珍珠，我怎么会知道它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口袋里啊？我呸！不是你干的，难道是你儿媳闲的没事诬赖你啊？就是，证据摆在脸上了还不承认，真不要脸！法官一定会给出最公正的判决，把这老东西直接枪毙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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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肃静，原告还有什么其他的证据吗？当然，我还有人证。带人证进来。审判长大人，是他，就是他强奸了燕燕。当时我们听见燕燕在房间内一声哀嚎，就匆忙地赶过去。我亲眼看着这个男的从燕燕的房间里仓皇而逃。你胡说！我根本就没做，你怎么可能看到我？你们这可是作假的，这是要坐牢的。坐牢的不会是他们，只会是你的强奸犯。你这个贱人！肃静，请被告和原告保持冷静。你继续。我都可以作证，他强奸燕燕不是临时起意，而是蓄谋已久。他在酒店大堂的时候就已经猥亵燕燕了。没错，我们都能作证。爸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究竟要狡辩到什么时候啊？我从小你教我做人要光明磊落，做事要有担当，怎么轮到你就全忘了呢？小海，爸真没错呀。没错，珍珠、一鸣，这些珍珠你怎么解释啊？啊！我当初说给你找个阿姨让她陪着你，你说你不要，你说你忘不了妈，你说
说你心里只有妈，心里没有别人。你看你都干了些什么？你强奸了燕燕，强奸了自己的儿媳妇，你对得起我，对得起妈妈，你对得起你为出世的孙子吗？小海，可是爸真的没做，你怎么就是不相信我呢？相信你？我怎么相信你？是谁会相信你吗？法律会相信你吗？谁能想到自己的父亲居然会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？而且他的老婆还怀着孕，真是造孽呀！被告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原告柳燕、陈海诉被告陈凡强奸一案，现公开庭审，庭审终结。本院认为陈凡强奸罪名成立，现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老东西，没有人能够阻止我嫁入，没有人。呸！就这个人渣，居然只判了15年，真是便宜他了。就是，连自己的儿媳妇也不放过，就应该直接枪毙。哎呀，本来呀，看在小海的面子上，燕燕都不追究了，还是他自己非要找死。哼，自作孽不可活。老公，我知道你不忍心，我也知道他一个人养你长大不容易，但这件事情做的不是我们呀。况且，我们也给他机会了，不是吗？是啊，小海啊，本来看在你的份上，我们都不准备再追究了。是他一味的纠缠，非要污蔑燕燕，现在落了这一步，小海，你看亲戚们都还等着消息呢，要不我们再重新办一次订婚仪式？是啊，可不能让这件事情影响到你们的订婚仪式啊！这么多人都等着呢，这要是传出去了，那也太难听了。老公，老公，我们走吧。你等等我，我去看他最后一眼。老公，看吧看吧，反正他都已经进去了，他是不可能翻盘。爸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究竟要狡辩到什么时候啊？没错，珍珠、一鸣，这些你怎么解释啊？相信你，我怎么相信你？是谁会相信你吗？法律会相信你吗？本院认为陈凡强奸罪名成立，现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云溪，你说我是不是活得特别失败？儿媳妇污蔑我，连儿子也不相信。陈凡，有人要见你。小海，你还是相信我的，对不对？你相信我爸真的没有做啊！这件事我会查清楚。我会查个水落石出。别再说了，你也别再狡辩了。
我今天来是来看你最后一面的。我要和燕燕去结婚了，为了不让她受刺激，为了不让孩子知道有你这样的爷爷，以后不会再来了。请您别再来打扰我。老公，老公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放心吧。那我们走吧。这个女人怎么好像在哪见过？李总，你怎么了？李总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谁呀？你凭什么？陈海，我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蠢货！你竟然会听信这个女人的谗言，把你爸送进监狱！李总，就算你是我陈氏集团的第二股，你也没资格对我动手，更没资格对我家里面的事儿评头论足。是，我是没资格，但这是我替你爸打的。第一巴掌打你不忠不孝，第二巴掌打你不仁不义，第三巴掌打的是你眼盲心瞎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法院已经审判了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评头论足啊？小心我告你诽谤！法院定罪了是吧？那只是一审，现在马上就要开二审了。真相出来之前，你们谁也别想走。陈海，马上你就会知道究竟错的有多么的离谱，你究竟有多么的对不起你爸。你在说什么？一审不是已经判了吗？这老董还想翻案？真是想死就死，够快！如果这次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证据，只怕是还得更重。都到现在了还不死心，我倒是要看看他要怎么翻案。肃静！现在二审开庭，由上诉人提供上诉请求及事实和依据。法官先生，我是被告代理律师，我这里有代理人的不在场证明。不是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还真有证据？真的假的？听说他是什么上市公司的老板，难道为了包庇自己的父亲，表面上答应灭亲，暗地里做假证去翻案？我什么都没做。老公，我相信你。放心吧，咱们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，他们翻不起什么浪。若为了资本暗箱操作，也休想颠倒黑白，玩弄是非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我相信谁对谁错，法律自会给出一个公正的裁决。你就放心吧。装腔作势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拿出什么证据。法官先生，在10点到11点钟这个时间段，陈凡正在自己的房间用 DV 给王七录制视频，这是原件，足以证明事发当时我方当事人并不在现场，请求当庭播放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在这里提醒3位一句，在刑事诉讼中做伪证，情节严重者可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如果你们现在承认错误，或许可以网开一面，否则这么严重啊？我们怎么办？你们不要听他胡说，他陈凡要是有证据，早就拿出来了，怎么可能等到现在？他在诈你们，法官先生，他在恐吓我的证人。被告律师，你说他们做假证，那你有证据吗？法官先生，所有的证据都在这个 U 盘里，只要播放，一切都会水落石出。听他说的信誓旦旦的，这不会是真的吧？这真是诬告？没有哪个女的
拿自己的清白去诬告别人吧，还是诬告自己的准公公？我不信。你猜咱们在哪儿？咱们呢到酒店了，我带你来参加小海的婚礼。时间过得真快呀，一晃儿子都24了，你也走了18年了。那会儿你跟我说，让我好好教育小海，不要让他误入歧途，要让他长大成才，不要因为你走了就伤心，不要吃凉的。不要喝烫的，你呀，你真絮叨。这回行了，臭小子长大了，刚在楼下还教训我呢，还跟我说，嫌弃我穿的老土了，还给我准备西装。孩子长大了，爸，说了让你穿好点，你怎么还跟在村里一样？我的事你少管。哎，我说你小子刚刚做个小公司，尾巴翘起来了是吧？订婚这么大事都不告诉我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爹？爸，我自己的事情可以自己做主。行了，我给你准备了正装，你赶紧去房间换上。哎，不过知子莫若父矣。你说他过得好不好，我能看不出来呀？他创业这几年过得不容易。老婆，你老是说我性格木讷，脾气又臭又硬，就跟那粪坑里的石头似的。我当时就觉得吧，有你在呢，对吧？小海他肯定能快快乐乐、健健康康的长大呀。你走了，我才知道这不是个称职的爸爸。那会儿啊，小海6岁，我就觉得你这6岁的孩子他能知道什么呀？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只要你听话，你乖乖长大，总有一天妈妈会来看你。这孩子嘛，我以为撒个谎就圆过去了，谁成想，他每天晚上放了学都能去你坟头上看你啊！这孩子他那么小，他什么他都知道，他都懂啊。后来小海他就考上大学了，孩子学习好，他哪出过远门啊？我就心想，你说我嘱咐2句，我这攒了一肚子的话呀，我这跟孩子念叨念叨，到嘴边这话他就说不出口，他就后知后觉，车老远跑出去了，我这才回过味儿来，我跟这跑一路，你说。你看看这些年，这是我去看小海路上的车票。他一个人在学校，你说我哪儿放得下心呢？我怕他吃不好，我怕他穿不好，我怕他让同学欺负。爸，真正物证俱在，你究竟要狡辩到什么时候啊？没错，珍珠、一鸣，这些证据。你怎么解释啊？我怎么相信你？是谁会相信你吗？法律会相信你吗？别再说了，你也别再狡辩了。我今天来是来看你最后一面的。我要和燕燕去结婚了，为了不让她受刺激，为了不让孩子知道有你这样的爷爷，以后不会再来了，请您别再来打扰我。爸，那年我上高3，妈妈去世了，爸爸没有告诉我。后来我为了报复他，选了一个离家最远的大学，然后就再也没有回去。直到爸爸去世了，我才知道。他其实每个月都会去学校看我，但是从来都不告诉我。
他明明很爱我，可是他为什么不说呀？直到他去世，我才知道。你起来吧，我不管你。你是法庭，现在讨论的是你强奸我的事，不是你们父子俩作秀的地方。法官先生，请您停止这场闹剧。法官先生，这段视频足以证明，事发的时候，我的当事人陈凡先生正在888房间，而并非是在柳燕的房间里强奸了他，这是污蔑。没错，这时间根本就对不上。我还能不能相信他？这个贱人怎么会是这样呢？柳燕在骗我！不是这样的，你好好想想，如果不是他强奸我，那我的项链上的珍珠怎么会在他的口袋里呢？为什么？你好好想想。为什么？你很快就会知道。法官先生，陪审员女士，现在请你们播放第二段视频。停。就是这里。快看，项链上的珍珠丢进口袋里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个时候。没错，就是这个时候。原告跟他的朋友在走路的时候，没有注意脚下，差点滑倒。是我的当事人陈凡先生眼疾手快，及时扶住了他。也就是那个时候，珍珠掉到了我当事人的口袋里，但是没有想到，原告却因此污蔑他强奸，并且将珍珠当做了证据。这也太无耻了！这简直就是农夫与蛇，这还反咬一口！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！还有她这几个闺蜜，帮着她颠倒黑白，污蔑好人，果然是蛇鼠一窝。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朋友。怎么可能？这一切难不成是燕燕编的吗？他燕燕的朋友为什么说看到陈凡从燕燕的房间里跑出去呢？对，这一切要不是陈凡干，他为什么破坏酒店监控视频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其中肯定另有隐情。燕燕的人品我是知道，她绝对不可能无缘无故的陷害别人。他当然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污蔑别人，那是因为他心里面有鬼。请求播放第3段视频。滚！这个该死的老畜生，必须要把他强奸我的罪证给录下来，让他牢里坐主。这不可能，他怎么一直待在房间里没有出去过？不可能，怎么没有人进来啊？那你们先去休息吧。他们出去之后，我躺在沙发上睡着了，然后我做了一个梦，做梦，这是陈海，他怎么跟那个老头子在一块？爸，说了让你找好汉的，你怎么还跟在村里一样？什么？这个老东西是陈海的爸爸，我的公公！我以为做了一个春梦，把我的公公打了。那个老东西一定饶不了我，他告诉陈海了，陈海是不可能娶我的。不行，谁都不能阻止我嫁入豪门。我要让这个老东西把罪名坐实了，我要让他牢底坐穿。对，闪监控。所以你从一开始你就知道你误会了我爸，你这是想置我爸于死地呀！我操！原来是他自己把证据给毁灭掉的，他还污蔑自己的公公，这女人也太恶毒了！这就是禽兽！不过他到底要把公公打成什么样子？既然你宁愿置他于死地，也不愿意赔罪道歉呢？打成什么样子，你们很快就会知道。请求播放下一段视频。
不死的！你知不知道今天我跟陈氏集团陈总订婚？你敢毁我清白，我弄死你！放开我！我是……你是谁都没用，今天谁都救不了我，让你断子绝孙！这就是他删除录像的原因。柳岩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他因为自己的一场春梦，就污蔑我的当事人去房间里强奸了他，于是纠结自己的同伙，对我的当事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毒打和侮辱，并且在知道事情真相之后，没有想着道歉，而是去删除了视频，倒一耙，污蔑我的当事人强奸了他。这就是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妈的，这个贱人，这他妈还是人吗？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！亏我刚才还替他讲话，我真该死啊！老公，我也不知道我打人我公公呀。老公，不是因为我太爱你了，我舍不得离开你，我怕你怪我，我才这样做的。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原谅我！起开！你这是自己找死，怨不得别人。你说你不知道，是，你之前是不知道，可是看了监控之后呢？你还敢说你不知道？你后面都看了什么？不但没有悔改，反而变本加厉。黄绿，请求播放下一段视频。不能放！爸，我被强奸了。什么？他趁我午休的时候闯入房间强奸了我。强奸我女儿！你这个老东西，居然敢强奸我妹妹！那是我的。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所有人是赵云熙，你叫赵云熙吗？老东西，我要让你万劫不复！你在明知道陈凡先生是被冤枉的情况下，联合你的家人，撕毁了陈凡先生的房产证，摔碎了王七留给他的玉镯，还烧毁了他王七唯一的照片，甚至你还用酒瓶将陈凡先生砸成重伤，晕倒在地。老公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可以解释的。老公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这个贱人！打得好，打死这个贱人！这种不要脸的人渣，就应该回炉重造。你这个贱人！我今天不打死你，我……小海，住手！爸，没必要为了这种人脏了你的手。他做的恶，会有法律来惩治的。原告柳燕、陈海诉被告陈凡强奸一案，经公开庭审，本院认为被告陈凡无罪，当庭释放。全体起立，请审判长、审判员、陪审团退庭，当事人及旁听人员退庭。嘿，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！你控告别人强奸的案子已经结束了，你等着你的案子吧。到时候我一定会来看看你会是个什么下场。还有你们帮着这个贱人做伪证，你们完蛋了！我告诉你，今天的事情没完，我会让你们所有人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。爸，对不起，是我听信了柳岩那个贱人的话，让您受委屈了。你妈走得早，是我一手把你带大，你什么样，爸心里清楚。虽然嘴上不说，但你重感情，这才被柳岩给骗了。爸不怪你。爸，
走吧。等等，你们还跟过来干什么？下半辈子就等着吃牢饭吧。爸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污蔑你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保证我以后努力做一个好妻子，我一定好好跟陈海在一起，我好好的对你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是啊，秦天公，爷爷他一直很敬重你的，他是个好孩子，这次的都是个误会啊。我给你认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实在心里有气，你打我，你打我！柳叶，如果你在监控室发现真相的时候幡然醒，看在小海的份上，可以原谅你。可现在啊，我看清你了，也看清了你们这一家人的嘴脸，不可能原谅。小海，走。不行，你们不能走，我还怀了小海的孩子。陈海，我知道你还爱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心里还有我的，对不对？行啊！陈海啊，燕燕跟你的时候还是黄花大闺女呢，现在怀了你的孩子，你居然要跟她分手，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是啊，燕燕她背了你6年，还怀了你的孩子，你还不愿意放过她吗？啊，你怎么这么狠的心啊？够了，把他给我闭嘴！陈海，你看在我怀了孩子的份上，你看在我们在一起6年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你原谅我。公公，这是您的亲孙子，我知道是我做的不对，我以后给您当牛做马，您就原谅我这一次。我知道是因为我的愚蠢跟无知，我没有做成一个好儿媳，但是我保证我以后一定做一个好妻子、好妈妈。我求求您了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你说的对，孩子是无辜的，但你要证明这孩子是小海的。你怀疑这个孩子不是陈海的？没错，你这样的人做出什么事情我都不意外。如果孩子真的是我的，我可以看在孩子的份上饶过你一命。不过他们必须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。不，陈少，你把我们放了吧！都是他蛊惑我们的，我们真的是无辜的呀！你们非法拘禁、暴力殴打我的父亲，你们罪无可恕。燕燕，快帮我们说说话呀，救救我们！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！就是啊，都是你指使我们这么干的呀！你少在这胡说，都是你们自己干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陈海，我只是想把公公带到会客厅，是他们让我打他的。柳燕，当真要这么绝情吗？明明是你让我们这么做的呀！你闭嘴！我闭嘴？害的，我凭什么闭嘴？狗咬狗，来人，把他们送进警局。陈总，只要你放了我，我可以告诉你柳燕的秘密。我没有秘密，你不要听他胡说。陈总，我真的知道他的秘密，只要你不追究我的法律责任，我现在就告诉你。我不可能不追究你的法律责任，不过我可以根据你提供的秘密价值，酌情给你减轻罪行。找人报仇的是你，让陈老爷子断子绝孙的也是你，打人的还是你，你凭什么让我们坐牢？我们这么帮你，你非但不帮我们求情，还居然让我们背锅。柳燕，你无情，就休怪我们无义。你给我闭嘴！再多说一句，我让你牢底坐穿！你继续说，柳燕在我面前，她还疯不了你。陈总，柳燕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脚踏2只船，她早就跟她的白月光厮混在一起了，她就是舍不得你的钱。你个畜生，给我闭嘴！我畜生？那你这个脚踏2条船的贱人，连畜生都不如。陈总，他肚子里的孩子也不是你的，是他那个白月光的。我这还有照片呢，我不要看。起开！
燕，你这个贱人！陈总，他还计划着把孩子生下来以后，找个理由害死，让他们的孩子继承陈氏集团。你还想害我儿子？你这个毒妇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老公不是这样的，你不要听他的，这照片都是他 P 的。陈总，这些都是真的，我有证据。不要碰！医生说我的身体不能流产，要是流产了就再难要孩子，所以这个孩子我必须要留下来。那赵磊那边怎么说？这可是他的孩子，他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以后他的孩子那就是上市公司总裁的孩子，陈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。他还说，要是陈海出了什么意外，陈氏集团就是我们的了。可真够歹毒的！我原来以为你只是贪慕虚荣、嚣张跋扈，没想到你这么不知羞耻、水性杨花。你这种人配不上小海。不是这样的，公公，不是这样的。老公，这录音都是他合成的，他就是见不得我好呀，老公，你不要相信他。陈总，这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是柳燕亲口说的，你得相信我，我不可能拿自己后半辈子开玩笑的。他凭什么相信你？他是我老公，他应该相信我。你们两个，一个咬定证据说是真的，一个说是假的。好啊，那就把那个男人找出来，到时候我一定会把那个满嘴谎话的人，连同他的家人一起，让他家破人亡，然后被逐出海岛。凭什么？这是他们的事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是呀，你们凭什么这么卖弄，这么欺负人啊？祸不及家人啊！就算他柳燕撒谎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就不信你能只手遮天。我女婿在上海集团上班，我不信你的手能伸到上海集团，让我们在海都无法立足。如果你们现在就想被赶出海都的话，我不介意让你们现在就得逞死。爷爷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老公，我心里只有你，没有别人呀！你要相信我。是吗？你说呢？如果真的没有这个男人的话，那么家破人亡的就一定是你。陈总，我知道他在哪，我现在就告诉你。来人，把那个男人给我带回来！干什么？陈总，他就是柳燕的情人，他高中的白月光，肚子里孩子的爸爸。不是这样的，老公，我跟赵雷只是高中同学，我们是清白的。你认识他？认识，柳燕嘛，我高中同学，我当时还追过她，太高冷了，没给答应。没答应，为什么他肚子里有你的孩子？什么就我的孩子？我们10几年没见了，他肚子里怎么可能有我的孩子呢？不能是你把人搞怀孕了，你找个人你这背锅吧？赵磊，你别装了，上周我们3个还在一块吃饭呢，你们2个卿卿我我，你侬我侬的，现在装这些。陈总，他就是做贼心虚，故意隐瞒。对，他手机里有跟柳燕的视频，他们跟我炫耀过。你快让他们打开他手机看看。你们还真是蛇鼠一窝呀，真让人恶心。给我！你这是违法犯罪，你是侵犯人隐私。把东西给我！柳燕，亏我那么小，真瞎了眼了！老公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回去就把孩子打掉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发誓，我以后一定做一个好妻子、好妈妈。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我只是被这个人给骗了，我离了你我活不了啊，老公，我离不开你。陈海啊，你就原谅燕燕吧。你看这世上哪有人都不犯错的？燕燕是个好孩子，她只是被这个渣男给骗了，她也是无辜的呀。
对呀，陈海，你们俩从一开始，我跟女儿我最了解，她以后啊一定会一心一意的对你，再给她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看，陈总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跟柳岩上床，我不是他，是他勾引的我，他为什么他心里还有我，他想跟我上位跟我谈恋爱，我是被他蛊惑的。你们一个都不会放过！我要让你们家破人亡！我们统统海都！陈总真是好大的口气！姐夫，你是什么人？忘了自我介绍了，我是商海集团分部总负责人孙涛。什么？老公，你升职了？商海集团就是那个市值万亿、大厦顶级的上海集团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女婿有出息了！陈海啊，你的陈氏集团不过是刚刚上市的一个小公司，你的身价不过只有10亿吧？你还想让我们家破人亡，把我们赶出府？小涛啊，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！小涛啊，我们燕燕只不过犯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错误，这个陈海也一定要给燕燕退婚，他燕燕把我们全都赶出海都。赶出海都？就他？嗨，一个公司面临资金缺口，即将破产，公司总裁他没跟你们说，他的公司现在面临巨大的金融缺口，3天之内，如果他拿不出50亿，将要背负上百亿的损失。什么？陈氏集团要破产了？这孩子要负债100亿！哎呀，还好，哎呦呦，还好我们燕燕没有跟他订婚，没有嫁给他，否则我们柳家可就真正的万劫不复了呀！陈海，你都要破产了，你凭什么在这颐指气使？小海，你今天上午去公司就是为了这件事儿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干什么？那可是50亿，你一个乡下来的老东西，你给得起吗？闭嘴！陈海已经破产了，竟然太红了！没错，燕燕，如今你姐夫可是商海集团海都总负责人，权势滔天。我看看这陈海还敢再动我下试试？爸，你放心吧，公司没事。之所以会出现50亿的资金缺口，是因为我正在收购一个豪华品牌。一旦收购成功，我们陈氏集团将会一跃成为1000亿财团。这些年我在商界的一些人脉，还有陈氏集团的潜力，融资50亿不成问题了。什么？云溪，咱们的儿子真是长大了。姐夫，陈海说是真的吗？1000亿集团，我差点成为1000亿集团的总裁夫人。你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。陈总，话是不是说的太早了？我告诉你，陈氏集团总裁夫人的位置，必须也只能是燕燕。说什么？你是不是忘了我什么身份？商海集团分部总负责人。我一句话，整个海都不是整个大厦，没有一家公司能够为你融资，你的一切努力、一切成就将付诸一掷。孙涛，山海集团把你提拔为海都总负责人，就是为了让你狐假虎威、肆意妄为，你就不怕被开除？不是，哪冒出来老东西啊？你知道我什么身份吗？总负责人总共只有3位，直接对接总裁秘书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你的意思就是商海集团的意思，轮不到你这个老东西指手画脚。找死！老公，以前是我错了，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。你也别跟姐夫生气，他也是为了我好。只要我们能够顺利的订婚结婚，我相信姐夫是不会动用他的权利去针对陈氏集团的。你在威胁我？老公，我怎么会威胁你呢？我只是舍不得你罢了。对，我是出轨了，但
我只不过就是犯了一个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误罢了，你为什么要抓着不放呢？老公，你也不想你辛辛苦苦打下的陈氏集团付这一句吧？滚！真让我感到恶心。小人得志，我陈海在海都经营数年，我不相信你一个海都负责人能够只手遮天。行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待会儿我让你跪在地上求我。董事长，要不要？正好意此事，警示一下小海。传我命令，封杀陈氏集团。喂，不好了，陈总，海发、喜灵、增广3大集团集体撤资，银行取消了对陈氏集团的贷款，还有我们合作的公司纷纷向我们提出解约，公司市值暴跌。小海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侵犯我们商海集团只有一个下场，破产倒闭清算。陈海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啊！你不是说让我们柳氏破产吗？怎么先破产的是你啊？陈海，别说我不给你机会，这里是商海集团的100亿订单，可以预先支付50%的现金款，我就当做你和叶妍的订婚礼物。只要你和叶妍继续完婚，这50亿现金足以弥补你的资金缺口。100亿订单，谢谢姐夫。100亿订单，真的是100亿订单。小涛啊，还是你有出息呀！有了这100亿订单，还有这50亿的预付款，咱们柳家不但固若金汤，说不定还能一举成为海都名流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陈海，没想到吧？风水轮流转，之前你对我弃之敝履，如今我让你高攀不起。安说，现在正是抄手陈氏集团最好时机，只要你们让陈海和叶妍继续完婚，咱们把这50亿资金给他补上。等他渡过难关，陈氏集团马上就一跃成为1000亿财团，咱们以后飞黄腾达，衣食无忧啊！小涛，还得是你，你放心，只要钱到位，绝对少不了你的好处的。燕燕，你怎么跟小海说话呢？夫妻之间哪有不闹矛盾呢？俗话说得好，床头打架的床尾和嘛。现在陈海的公司遇到危机，更是咱们齐心协力的时候啊！爸，结婚之后你能分担1半财产，只要陈海公司度过危机，咱们至少能赚5。哎呀，小海啊，只要你跟燕燕道个歉，今天的事儿算了。以后啊，你放心，咱们还是一家人。你公司的危机，我们出你帮着解决。你让我给他道歉啊？让你道个歉怎么了？你今天打了我多少巴掌，心里没有点数啊？陈海，我告诉你，要想让我柳氏帮你们渡过难关，只有这一条路。陈海，你不是一直想成立一家伟大的公司吗？做一个有责任感、有良心的企业家。你可想好了，要是你不答应，那你陈氏集团上万的员工都将失去工作。那个时候，他们的妻子、父母、孩子都将无以为继，失去依靠，而这都是你害的。够了！你好什么呀？怎么，你能给他50亿啊？如果陈董事长都不可以，那这个世界上就没人能够做到。海都宝格丽总负责人张磊，天海科技公司总裁徐玲，海都物流集团总裁钱森。谢谢集团陈董事长。爸，你真的是……上海集团有个你妈一手创立，你6岁那年，她因病去世。弥留之际，她要我隐瞒身份，让你长大了再告诉你。
就是怕你长成纨绔子弟。妈，不，这不可能！你要是真是董事长，那为什么你亲眼看到你儿子公司被我封杀？没错，这根本就说不通。我之所以没有立即打断孙涛，就是为了给小海一个警告：商场如战场啊，要谋定而后动，狡兔三窟，切勿骄傲自满，否则无论预设再好的结局，都是徒为他人做嫁衣。爸，我明白了。陈海竟然是涉及万亿上海集团的唯一继承人，这个上海集团的董事长，爷爷的差点成为万亿总裁夫人。不，这不可能。今天我们来呢，本来是打算恭贺陈公子的大婚之喜，可是没想到居然取消了。而你竟然诬陷陈总强奸你，简直是可笑！是作孽不可活，无福之人进不了有福之家。你就是天生命贱。不可能！你不可能是百亿集团的总裁。你穿这么破烂，你又从乡下过来，我不信！那你以为身家万亿的人应该是什么样？像你一样，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有的在别人面前炫耀，穷人乍富吧。小海，他们交给你处理。你就是山海集团海都负责人是吗？从现在开始，你不是了。不过你假借山海集团的名义在这里招摇撞骗，导致山海集团的名誉受损，我将以山海集团继承人的身份提起诉讼。至于你，还有你们，撕毁房产，这砸碎一桌，还将我爸打成重伤，下半辈子你们就在牢里面好好反思。你们也将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，将他们全部带走！山海集团，我差点就嫁入了山海集团，差点就成为了豪门，差一点。